这绝对是现版本被低估最严重的英雄了。上手简单的同时，容错跟爆发还高的离谱。它就是影，比热门打野还要高的战力，说明它的强度在高分至少是 T1 往上排的。看似简单的技能，实则提升爆发跟容错的细节，甚至比露娜镜这种都要多。这也是为啥你看不懂别人影爆发那么离谱的原因。如果你的影既脆伤害还低，那么这期即便没玩过，也可以快速上手的影4分钟保姆级教学，你就要认真看了。先讲技能细节以及实战技巧。首先是被动，影的普攻会给目标叠加印记，并且分成2种形态。当目标离得远时，普攻会扔出飞刀，在飞刀回来之前提前按普攻，会向前冲刺一下，弹回飞刀再次攻击，连续回弹会提升伤害跟攻速。当目标离得近时，普攻会变成连砍3下，可以移动释放。这个技能有2个使用上的魔鬼技巧。第一，精准控刀。当有一远一近的2个单位在我们的普攻范围内的时候，怎么做到远近2种模式随意切换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在操作设置里面把补刀推塔键打开。推塔键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当攻击范围内没有防御塔的时候，它会默认攻击距离最近的单位，然后攻击目标选择绝对选项最少，这样我们点普攻就会攻击远的单位，点推塔键就会切换攻击近的单位，非常好用。第二，由于我们连点普攻会不自觉的向前位移，容易冲到别人脸上，那么想要不往前冲，就要在第2下普攻的时候反拉方向键来抵消向前的效果。然后是1技能，影向周围横扫一圈，造成伤害跟减速，获得3秒的移速跟攻速加成。这个技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具有强制释放的效果，它可以在2技能释放的过程中释放，也可以在大招释放的过程中释放，起到增加爆发能力的效果。然后是2技能，影向指定方向突进，如果突进过程中碰到敌方单位，则会击退，并且向前发动多次斩击。斩击过程中不但可以移动跟回血，还会清空普攻的印记，额外造成伤害。如果突进过程中没有碰到敌方单位，则会返还40的冷却，可以穿墙。这个技能有4个使用上的魔鬼技巧。第一，2技能的冲刺可以抵消控制。当2技能在冲人的过程中，即便被控住了，也会打出技能后续的连斩效果，起到反杀作用。第二，2技能的位移在指示期箭头近草一点的时候，具有无影步的效果，适用于中边路离得比较近的草频繁换位卡位置。第三，2技能的2段斩击反应范围非常的远，即便没有命中，也会向前1个身位触发斩击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特点进行探草，如果触发了，就说明草里有人。第四，2技能击退是软控效果，不会触发瑶的被动，并且推人效果可以改变一些英雄的技能方向，比如说牛魔的大，项羽的大等。而且2技能击退还有身后判定，可以推身后半个身位的目标。对了，晚风的丛林上百段打野新课上线了，双百段加3国1导式共创，学打野必入，我把它放在主页上。接下来是大招，这个是影的核心技能，影震一下对周围目标造成伤害，获得高额的假血进入不屈状态。这个状态下会增加2技能最后一段的斩击伤害，并且升级大招还会增加2技能跟近战平 A 的攻击次数。如果你不幸在死前都没有开出大招，那么大招则会直接进入冷却，然后让你复活。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。第一，大招增加的假血不会提升我们的血上限，血条下的白色刻度条就是我们的当前真实生命值。如果在大招期间回血，则刻度条会往前推，在大招结束后结算给我们。同样的，如果右边的假血被扣完，则会扣真血，所以我们在开大的时候要控制血量。第二，大招期间的不屈效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屈，而是抵挡一次死亡伤害，你可以理解为明刀的效果。抵挡完则会马上结算血量，但不会结束大招状态，依旧可以给2技能增加伤害。这个技能有2个必学的魔鬼技巧。第一，瞬爆连斩。为什么你的影伤害低？是因为你在无形中丢失了很多的伤害，比如说1技能转一圈的伤害，跟大招震一下的伤害。所以影爆发最高的连招是先2技能冲过去，然后开大震一下，马上按1技能转一圈，最后增伤的斩杀收尾。一瞬间打出3段大伤害跟一堆小伤害，极大的提升斩杀线。第二，解控反杀，大招是可以在被控制期间使用的，配合2技能的抵控效果，就可以在被控的时候2、3连招爆发，实现反杀。最后是国服双铭文，记得截图保存调配。好了，晚风的丛林上百段打野新课质量巨高，想学打野的记得去主页了解一下。可恶，有迷人。